如果你每天额外在股市里面赚到$500，一个月下来呢，你就会赚到$10,000，而这可能已经比90%去上班的人赚的多了。但如果你上个月去买卖股票，反而亏损了超过$100，那么就等同于你辛辛苦苦的去赚钱，然后把钱在股市里面奉献给其他人，让别人很轻易的赚走。长期下来呢，这个月亏100，下个月亏500，不断累积下去的话，这将会是你人生最大的支出。大家好，我是小医生，所以今天这部影片我将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你，如何在股票刚开始暴涨的时候才进去买入，让你不需要经历买入股票以后它不涨不跌，又或者直接暴跌的情况，而是搭着上涨趋势的顺风车，直接的去赚钱。而今天用到的股票技巧呢，基本上一个新手都能够听得懂。为什么？你这样理解吧，在股市以前呢，只有一个门派叫做价值投资。简单来说，就是低买高卖，找到被低估的股票，然后长期的持有。对于这类人来说呢，股市越跌，他们就越兴奋，因为可以在更便宜的价格买入股票。而后来出现了一个叫做 Jesse Livermore 的人，他赚钱不但比大部分的人来得快，而且还赚得比所有人多。就是因为他直接跟大部分的人相反，他不会在股市很平静或者暴跌的时候交易，而是直接买在股票刚开始暴涨的时候，并且买对大牛股、龙头股，也就是那些涨幅比所有的股票更厉害几倍的股票。所以慢慢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去研究 Jesse Livermore 这个人，然后模仿他股票交易的方法。也因为这样，出现了一个新的股票交易门派，叫做趋势投资，也成就了很多新时代的股票大师出来。而其中一位就是今天的主角 Mark Minervini， 他发明了一个股票交易的招式，叫做 VCP。 这 VCP 呢，就好像梅超风和周芷若练的九阴白骨爪一样。这九阴白骨爪本来是来自于九阴真经的，但如果你去修炼九阴真经，你可能要练好几年，而九阴白骨爪不用，它可以让你在无需要内力深厚的情况下，让你武功大进，成为武林高手。而 VCP 呢，它也是可以让你在股市里面轻松买到暴涨股的熟练招式。你不需要看完每一本关于趋势投资的书，也不需要去记太多的股票形态，因为这个 VCP 呢，就已经是几百家于大成所研发出来的买股招式。那么你自己去学的话，不一定能看懂，用错的话，甚至比以往亏的更多。所以如果你不想以后找不到这部让你每个月多赚$500的影片，你可以为我撑腰点赞，因为它会自动收藏到播放列表里面。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投资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要错过后续更有用的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 VCP 之所以能够震撼江湖呢，因为它不需要你去学会看财报，也不需要你去计算股票的价值，更不用你去学太多价格的技术形态，而是直接让你看懂一只股票的供需关系。对的，一件东西值多少钱呢？不是因为它多有用，比如说空气，对吧？如果没有空气，你直接就死掉了。但空气却是免费的，因为它随手可得，也就是供应无限的大于需求，所以就免费。但是今天你去登山到高海拔的地方，空气却是需要收费的，因为那边的空气非常的稀缺。而这时候你又不想死，所以你就得为此而付钱。股票也是一样的，它的价格会不会涨，不取决于这一家公司赚不赚钱，价值有没有被低估，而是取决于有多少人想要去买它，和有多少人想要去卖它。所以你思考一下，什么样的股票会暴涨哈？就是当没有人想要卖它，所有的人都想要买它的时候啊。我们要做的呢，就是提前捕捉到这个时候。怎么做呢？我告诉你，一只股票会突然间暴涨，往往都是金融巨鳄的一个局。什么意思呢？所谓的金融巨鳄，就是可以操控股票涨跌的人，因为他们有我们无法想象非常庞大的资金。一般呢是一些机构的投资者，比如说基金啊、保险啊、银行啊、家族啊，甚至是一个国家的操盘手。他们的优势呢，就是利用庞大的资金，透过一些财技去吸收市面上的股票，也就是减少股市上的供应。当所有的筹码都在他们手上的时候呢，就等同于没有人要卖这只股票，所以这只股票值多少钱，
就由他们来定。也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瞬间的推高股价，同时也可以做到买在最低点，卖在最高点。什么意思呢？仔细的看这一张图，就算你觉得看图很复杂，但你跟着我的思路就会发现一切都非常的简单。我们先明白它的原理，再去学无脑的直接买入法。这个呢是特斯拉的股价图，下面的是它的成交量。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得到，特斯拉从前面120块美金的低位，突然间飙升到了300块美金，整个过程发生到结束呢，也才2个月左右的时间。而且你可以看到，飙升的这段时间呢，下面的成交量都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这一天，这个绿色的成交量一柱擎天，代表了什么？代表了金融巨鳄，也就是大户在这一天里面大量的买货。所以你可以看到，从低位的120块到300块，已经有50%的回报了。这个时候大户就会 take profit， 也就是获利，所以就会大量的去卖货，甚至做空，也就是把股票借回来，然后拿去卖，这样就可以压低股价。所以你可以看到下跌的速度，1个月里面的时间呢，就暴跌了39%啊！为什么？因为大户他们真正想要做的就是抛砖引玉，自己大量的卖货，从而让更多的散户跟着一起去卖。很多的散户呢，他们也在低位的时候买入股票，眼看着股价开始要跌了，而且越跌越快，所以就跟着一起卖股票止盈。因为再不卖的话，可能连之前的利润都没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段时间的卖压是非常强的，而这正是大户的目的。很简单，因为他们高卖完了之后呢，反手就是要去低买。你看，从300块跌到180块，便宜了这么多，他们就可以慢慢的从底部，也就是180块的位置，再一次入手特斯拉这只股票。所以你可以看到，股票很快就被他们推高到241块，然后到250多块。这个时候，之前那些来不及卖的人呢，又或者在180块买的人呢，就会想要在这个位置去卖。所以特斯拉这只股票呢，又会出现一些卖盘的供应出来，但是大户不会在240到250这个高位接货，反而是鼓励它下跌，所以就卖掉了一部分的股票，造成了一个好像将会下跌的场景。因为大户只要等到它跌到低位，也就是180块左右的时候，也可以开始接货了。所以你可能看到特斯拉这只股票，虽然股价下跌了29%，但是成交量很少啊。这就代表了主要卖货的人是散户，而跌到差不多的时候呢，就如刚才所说的，大户又在低价去买入散户不要的股票，和自己刚才在高位卖掉的货又可以开始买了，所以股票很快又涨回去。这一次涨到230块左右，然后又有散户想要卖，只是说这一次特斯拉有很大一部分的股票已经被大户持有了，因为散户手上的股票都已经转移给大户了。所以那些想要卖的散户呢，只影响到股价下跌了10%，它跌不动了。所以大户又在这个时候接手散户不要的股票，很快特斯拉又涨回去，涨到一个点的时候，股价又跌了9%，但是成交量依然非常的低，就代表了只有散户去卖，大户又在低位去接手散户卖出的股票，就这样一点一点的低价吸收散户的筹码，然后又很快的涨上去。这一次上涨回调呢只有5%，代表了已经没有什么散户去卖货了，也代表了大户可能已经持有了80%-90%特斯拉的股票了。而这个时候呢，股价就已经是大户来定的了，所以他们直接一边标高价去卖自己的股票，另一边呢就用高价直接大量的去买入自己卖的股票，左手转右手。也因为这样，你可以看到后面的股价在不到2个月就突破了之前的高位，飙升到400多块美金。如果大户从180块买，他们的利润呢就直接超过了1倍。这个就是大户洗盘吸收筹码的过程，所有的蛛丝马迹呢都可以在图表上找到。当我们知道了这背后的原理呢，那就可以直接无脑的去学 VCP 的买入法。我们再去看这图， VCP 就等同于零毛巾，价格涨得越高呢，就等同于毛巾越湿，所以我们就去大力的淋一下，所以毛巾呢大部分的水就会被淋出来，就等同于股票的价格很快就会跌下来。但毛巾是淋一次就能淋干的吗？不能的话，那我们就会又淋一次，
又有一些水被淋出来，也就是价格又要下跌了。只是这一次被淋出来的水没有那么多，股价下跌的百分比也没有那么大，但毛巾依然还没有干，所以又要淋一次，不断的去做这个动作，每一次淋毛巾都会流出一些血，但流出来的血就变得越来越少，直到最后只能勉强的淋出几滴水，股价已经跌不下去了，散户已经不再卖货了，所以就可以让毛巾重新的放回水里面沾水，让股价重新的起飞。简单来说就是刚才说的，股价一开始有很多水嘛，很多的散户都跟着买了这只股票，所以才会涨上去。那要赚走这些散户的钱呢，并且吸收掉他们股票筹码呢，就需要淋一次毛巾，让股价下跌。但淋一次毛巾不干的话，所以就要一次又一次的去淋，直到没有散户要去卖，股价跌不下去了，就可以让股价起飞了。那我们就是在最后一次淋毛巾的时间买入股票，因为在这里面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卖压了，几乎已经没有什么阻力了，因为市场的卖压在先前的 VCP， 也就是淋毛巾的过程里面，都已经被消耗了绝大部分了，所以只要有少量的买入需求，就足以推动股价暴涨的行情。VCP 的图表形态呢有三大特点，第一，股价是不断的收缩的，你可以看到在左侧头一两次下跌的幅度会比较大，我们说这是第一个波浪，很深很宽的，但是到了第二个波浪的时候呢，它的宽度就开始收缩了，就没有那么深了，然后到第三个波浪、第四个波浪，每一次都会比上一次的收缩更加厉害，那波浪呢就会变得更小，代表的是之前的股价下跌是因为有人去卖这只股票，而下跌的幅度越来越少呢，就等同于卖出的人越来越少，也就是卖压也越来越少。而这波浪收缩到非常窄的时候呢，就代表了前面已经消化掉了很多的卖出者。那我想问你，如果一只股票没有人卖，但是现在有一个人很想要买，那股价会怎么样呢？就有很大的机会暴涨上去。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当时在这里买入，然后很快就迎来一波暴升，就是这个原因。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每一个波浪的最低点都会比上一个波浪的最低点高，也就是每一个浪的浪底高于前一个浪的浪底，就是因为每一次股价在跌到前面最低位之前呢，就已经有一些人迫不及待的去购买，他们愿意用更高的价钱去承接这只股票。所以我们一眼扫过去，如果看见一只股票在淋毛巾，前面跌得很厉害，但后面下跌的幅度慢慢的收缩，并且一个新的波浪比上一个波浪还要高的话，我们就可以怀疑这只股票已经出现了 VCP 的形态。那第三个条件就是成交量在每一次下跌的时候都要收缩。你可以看见下面紫色的这一条50天的成交量平均线，从一开始下跌的过程里面呢，这条紫色的50天成交量平均线就已经微微的从左上角向右下角下跌了，而成交量呢都是在这条紫色的平均线之下的。刚才说了，下跌的时候成交量也跟着萎缩的话，就等同于只有少数的散户在卖货，价格虽然下跌了，但卖压其实是很小的。而如果你看见价格下跌了，但成交量很多时候其实卖压就很大了。我们可以接受淋毛巾的前期呢成交量很大，但我们淋毛巾的后期呢就必须要像这样，成交量越缩越少。那我们在什么时候买入呢？其实就是在最后波幅收缩到最窄的这一个波浪，当特斯拉的股价突破了这个波浪的最高点，也就是所谓的压力位，并且伴随着巨大成交量，我们就会买入这只股票。你可以看到，在我买入之前的时间呢，成交量都是在缩小的，只有几天的成交量是高于紫色的50天成交量的平均线。而我买入的当天呢，它的成交量也突破了紫色的50天成交量平均线，就代表了大户也在购买这只股票。所以我们精明的投资者呢，也会在这里跟着大户一起去购买。而我们买入特斯拉的同时呢，就已经在这个波浪最低价的位置设置好我们的止损。只要这个股价没有向我们的预期的方向发展，也就是居然跌下来的话，那就代表了大户这次的洗盘是失败的。但是我们也要做好止损的准备，
我们最大承受的风险呢，就是5%左右。也就是说，我们是冒着5%左右的风险去换特斯拉后面从250涨到400块，接近60%的回报，等同于我们亏钱的话就会5块，但只要这只股票涨上去，我们就能赚60块。这样长期下来，我们就能够拥有非常丰厚的利润。但是这个 VCP 的方法呢，必须要用在长期上升的趋势。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股市里面其实有3/4的时间都是让我们赚不到钱，甚至亏钱的，只有1/4的时间才能赚到钱。所以你之前可能试过买股票，结果不怎么赚钱，甚至一直亏钱，所以就学了很多的技巧，看 K 线啊、财报啊、长期持有啊等等，结果亏得更惨，是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你不懂得股票的买卖时机，选对暴涨股的方法，以及如何做好风险管理。所以如果你是股票新手或者长期亏钱的股民呢，你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我的股票投资班，我私底下再把我赖以为生的投资方法传授给你。这价值1000块美金的投资班呢，现在只要你订阅和为我点赞，我不用你花1100，甚至连1块钱都不用，直接让你免费的去学。那么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的话，一定要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赶快的去报名啊！所以现在我讲一个我自己今年23年实际操作过的案例，就是 Microsoft 微软公司。你们可以看到，在经历完前面大跌之后呢，就出现了 VCP 的形态。第一个波浪的幅度呢是 28%， 然后第二个波浪的下跌幅度呢就缩窄到 17%， 第三个再缩窄到 11%，而第四个波浪下跌的幅度呢，就已经缩窄到 5%， 就好像淋毛巾一样。第一次淋了很多水，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越淋越少。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成交量在前面大部分的时间呢，都是低于紫色这一条50天成交量的平均线的。尤其是第四次淋毛巾的时候，成交量直接缩小了，代表了卖压也非常的小。之前想要卖股票的人呢，都已经卖完了。所以我就在股价突破了绿色这一条线，也就是284美金的时候呢，买入了这只股票。同时我已经设定好，在269美金的时候自动的止损卖出这只股票，因为这只股票最多亏也就是亏 5% 左右嘛，这是我能够接受的亏损。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了一个没那么好的示范。还记得刚才我所说的吗？就算一只股票出现了 VCP 的形态，但是在股价突破最后一次淋毛巾波浪的最高点呢，也就是绿色那一条线的时候呢，成交量也要配合的增大，因为这才代表了买盘非常的厉害，代表了大户也在这个位置进场。结果我偷步买进了这只股票，因为我非常有信心，所以到后面微软又跌穿了我的买入点，那个时候呢，我是随时做好止损的。可是这 VCP 的形态非常的强硬，最后微软的股价也没有跌破我的止损点，反而涨上去了，就从来没有触及到我红色的那一条止损线。而现在其实我已经卖掉了一部分，赚了 18% 左右的利润，2个月不到的时间呢，赚了17500块美金左右，每个交易日呢大概是400-500美金，已经落袋为安了。而另外一部分呢，还在让它继续的发展，看看能涨多少吧。我想说的是，很多人还以为人生的一步到位就是能够买一辆车、一套房自用，这样就可以过最安稳的生活。如果你是这样被洗脑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想法非常的危险。当你买了一辆车，就会发现落地就不见了几十万；当你住在 Dream House 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个床让你睡不着啊，因为美国升息了，房贷车贷突然一瞬间倍增了。而这个时候你只有2个选择：第一，卖掉所有以为是资产的负债，接收亏钱，然后重新开始；第二，额外赚取可靠的收入。基本上一个正常人呢，都会选择去额外赚取收入的，只是说不知道可以做什么。所以无论你现在是不是已经处于这个情况，又或者将会处于这个情况，你都必须要学会投资股票，而不是去做兼职做副业，还有随便去开一家餐厅，因为你只会继续的拿命去换钱，唯独投资股票才是可以让你活到100岁也能够拿着手机赚钱的方法。所以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东西能帮助到你，你就千万不要继续的在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一直努力的无用功。
因为这甚至比原地踏步更加的可怕，你只会离成功的方向越来越远。记着，选择大于努力。如果你希望你的钱可以在你睡觉的时候自动的帮你赚更多的钱，而不是自动的亏钱的话，你一定要在影片描述栏上的第一条链接赶快去报名我的免费股票投资班，错过了就没有了。当然，其实 Mark Minervini 他自己靠这一套 VCP 胜率也才5%-60%左右，也就是说，这不代表股价一定会上涨的，因为没有一个股票形态可以确保100%的上涨。但为什么它可以从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可以依靠 VCP 从10万美金赚到过亿美金呢？关键就在于止损，也就是风险管理。每一次我们亏损的范围呢，只要控制在8%以内，我自己的话会严谨到5%以内。长期下来，我们每一次赢就赢20%以上，亏最多就亏5%，这样就会赢钱了。比如说今天我亏了5块，但是明天我赚了20块，这样下去，输少赢多的情况下，我就能够赢钱。记着，我们永远不会只做一笔交易，而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我们的本金还在，我们能保护好我们的本金，我们就能够把亏损的那5块钱赚回来。而一个人之所以在股市里面会输到破产，关键不在于他的买入和卖出的时机对不对，而是在于他每一次赚钱的时候就只能赚5块，但亏钱的时候就会20块以上。如果这些你是完全没有概念的话，你有2个选择。第一，如果你是一个新手，想要开始投资股票的话，又或者你上个月投资股票还在亏钱的话，我建议你马上停止一切的买卖。因为当你没有一套系统，没有一个计划去投资股票，那么股票市场只会让你越来越穷。第二，就是去学习让你不再亏钱，并且能够长期赚到钱的方法。在影片描述上的第一条链接，报名免费的股票投资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守护我们辛辛苦苦赚回来、存回来、拿去投资的本金，不让自己白干。好了，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1-2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那么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如果你不想要错过，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